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木头人。今天要来开箱一个很特别的机器，这一台是 Earlys 的 SS77。这一台机器可以用来制作曲木家具。这是一台蒸汽机，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嘛。可是你如果会使用它的话，你可以做出很漂亮的曲木家具。它的用途不单单只是用来制作家具，只要我们需要做到弯曲的物件，都可以使用。还可以用来弯曲吉他的侧板，独木舟的船底，还有用来制作反曲弓。制作曲木家具，有这台机器的话，我们家具就可以有很多的变化。我一直想买这台机器很久了，只是台湾的市场太小，在台湾买不到这一台。台湾有卖的那种蒸汽机，它都是用来烫衣服用的，它的温度只能到100度左右，这一台的温度可以达到120度以上，这样的温度我们用来蒸木头才会够。当然你也可以用蒸笼来代替这台机器，只是需要烧火，就比较麻烦。这一台是插电式的，我只需要加水，然后插上插头，就可以做使用。对我来说是比较方便。这一台我是从美国亚马逊直接买进来，价格大概是$60多，然后运费$30多，加起来大概就接近3000台币。我个人认为还算蛮划算的。现在我就来开箱。这有一个蒸汽的管路，然后一台主机，还有一个说明书，里面还有一个配件，让我们锁在我们的蒸汽箱里面。它里面的配件并不多，就这3样。它这个蒸汽管接头是刚好可以锁在这个五金上面。它已经配好了，然后这一头我们就只要固定在我们的蒸汽箱里面。这个蒸汽箱我们必须自己去制作，然后这气管的另一头，我就是接在这一台机器上面，它就直接这样子接上去而已。然后这有个进水孔，加水就是从这个位置。然后这一台机器好像没有办法打开。我没有看到有地方可以打开的，它应该是把它固定死了。然后说明上面是写，它的电是用120的。我有查过一下，说它直接插台湾的110的电，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这加水蛮容易的，我就从这地方加上去。在这台机器的正面会有个标记，它就会显示它的满水位，最多就只能到这边，不可以超过。水加好之后就把这个盖子给锁紧就好了。另外它有个安全装置，它进水孔这里有一片橡胶，它是防止说我使用到一半如果需要补水，我们打开盖子之后，它的蒸汽不会从这里窜出来，就可以防止我们烫伤。机器使用到一半水不够了，我们开盖子就可以从这里去加水。现在我就来测试看看这台机器好不好用。在我们蒸木头之前，我还必须做一个蒸汽箱，才有办法做使用。这个是我刚刚花了大概1个小时做的蒸汽箱。这蒸汽箱的大小，每个人的需求不同了，是依据你想要蒸的木头的长度来决定。所以它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尺寸。因为我怕做的太大，它的蒸汽的效率会比较差，我们蒸的时间会拉比较久。它的内容积太大的话，变成我们蒸的时间可能会拉长，所以我把它尽量做小一点。我制作的这个是可以容纳110的长度，宽度大概是45公分。它的构造其实很简单我是用回收夹板来钉，旁边就直接锁螺丝就可以了。然后在这个箱子内侧，会架几个木条，把我们要蒸的木头架高架空，不要让它直接贴在底下，这样蒸起来效果会比较好。厂商附的这个铜五金就是要锁在这个箱体的最后面，我们蒸汽管就会锁在这箱体的底下，蒸汽就会从这个孔跑上来。好，我现在先把这面板给锁上去。接下来我就可以把我的蒸汽管给固定在这个五金上面，好，把它锁牢就好了。箱体的前侧会把它架高，这样蒸汽从后面上来之后就会往前跑，
我们整只木头才可以都蒸到。像这样子，所以这箱体前面就可以做个角，把它做成倾斜的状态。我们要弯曲的木头就是从这个孔放进去，像这样。然后通常这前面也会有一个盖子或者是拿一个布把它盖住。使用盖子的效果会比较好，就是会让蒸汽停留在这个箱子里久一点。这样的效率绝对会比较高。等一下我测试我就不先做盖子了。我们看一下效果怎样。等会会使用几种不同尺寸的木头来做示范，让大家了解一下这台蒸汽机可以弯曲到什么程度。有些比较讲究的话，为了防止这个温度的热散失，它还会在外面包上隔热材或是包上棉被，目的都是为了让它效率变好。现在我们就来开始测试看看。She said I won't be back in a while, don't wait. Already packed her bags, called the cab, made space. And she said I won't answer if you call me when you're lonely. I guess I let her go, never mind, it's too late. But I can't believe I let you slip. I think about it 7 days a week, and this just can't be how it's supposed to end up. It's not enough, and maybe time will make you fade, but I don't know if I'm ready to just let you go away like my friends think I should. Cause what if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? I don't know what the hell I'm gonna do. Honestly, I can't remember if you love me, or maybe I'm just feeling lonely, I don't know. Just let her go. She got herself a guy, and he's good, no he's great. Everything she wanted packed behind the pretty face. But I kinda hope he breaks her heart into little pieces and let me pick them all back up, put them back together. But I can't believe I let you slip. I think about it 7 days a week, and this just can't be how it's supposed to end up. Cause what if you should really be with me? I wonder what the hell you didn't see. But honestly I can't remember if I loved you, but it feels like I did when I think about you now.你看这块木是5公分宽，厚度2公分，而且它的纹路还不是直纹，还是可以顺利的弯过去。像这个地方有裂，是因为这里有个缺口，会裂是很正常。这个3公分宽、厚度7 mm 的白橡，可以弯到 U 字形。白橡、沉木还有枫木都算弹性比较好的木料。这个接近6公分宽、厚度4 mm 的块木，我就可以直接圈成一个圆。我这些都只是在做示范而已啦。实际上字距不会这么简陋。我们成品要做得好，我们字距都需要特别制作。而且我们在弯的时候，这个木头的外缘通常会加上铁片，可以有效的防止木头裂开。经过我刚才的测试，我这一台的效果是非常好的。我看过我刚才的测试，有没有觉得很有趣？这对我们的创作来说算是很有帮助的一台机器。如果是弯折大概1公分以下的木头，只要我们的模具有做好，基本上弯折是很轻松的。如果是厚度大于1公分的木料，我们蒸的时间就必须加长，而且必须制作字距。弯曲木的辅具其实有非常多种，很多资讯我们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。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比较重要的点是说，我们的木头纹路必须是非常直的。像这一块的话，这一侧是直纹嘛，如果要这个方向弯曲，这边的它侧边的纹路就必须是直的，否则我们在弯曲的时候，它就会从春秋材结合的地方裂开。这是我们制作曲木家具最重要一点，不是随便拿一块木头都有办法去弯哦。另外像檀木类，基本上是弯不太起来的，除非我们的弯曲幅度很小，那可能还可以。
如果你要制作大角度的弯曲，我比较建议的木头有枫木、橙木、白橡木，这种弹性比较好的木料，就比较适合用来制作曲目。这就要等你买这台机器之后，你自己再去研究了。另外，使用这种高温的机器，大家就要注意安全，要戴好隔热手套，不要不小心被烫伤。我也会把这台机器的购买链接放在上面，还有这部影片的简介里，有需要的朋友就自己去购买了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吧，拜。